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腾讯视频4月上新20集悬疑大剧《小镇焚尸案》打破平静，丁永岱、徐凯父子情法交锋。2026年最受期待的犯罪悬疑剧之一《方圆800米》暂定4月登陆腾讯视频。这部剧最抓人的设定是一桩焚尸案让老刑警父亲和青年刑警儿子站上了对立面。在只有方圆800米的矿区小镇里，至亲之间将展开一场关于法律、正义与亲情的残酷博弈。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丰阳矿区小镇，这里的一切都发生在方圆800米的范围内，像一个微缩的小社会。一具无名女尸的发现，打破了小镇表面维持了数十年的平静。这起焚尸案如同投入死水中的巨石，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陈年旧案的线索被逐一牵扯出来。多年前的矿难事故、隐秘的违禁品交易，这些被时光掩埋的秘密重新浮出水面。小镇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络开始显现，每个人都与过去的阴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丁永岱饰演的老刑警陈红兵是负责侦办这起焚尸案的主要人物。他在这座小镇生活了大半辈子，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巷道和每一张面孔。然而，随着调查的推进，他发现所有证据的指向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让他难以接受。关键的嫌疑人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儿子陈辉。徐凯饰演的陈辉是小镇上的青年，也是陈红兵的儿子。在父亲眼中，他或许还是个需要管教的孩子，但在案件里，他却成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焦点。陈辉表面上是普通的矿区青年，内心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复杂一面。当父亲的调查矛头指向自己时，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邓恩熙饰演的高松阁是陈辉的女朋友，她以单纯善良的形象出现在陈家，得到了陈红兵夫妇的喜爱。然而，这个女孩的真实身份是焚尸案死者的妹妹。她带着为姐姐复仇的执念，以双重身份潜伏在陈辉身边，成为了推动整个故事走向的关键变量。胡可饰演的丁月是陈红兵的妻子，陈辉的母亲。这个原本安稳的家庭因为一桩案件而风雨飘摇。她家在丈夫和儿子之间，在爱与恨、信任与怀疑的矛盾情绪中挣扎，努力维系着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她的每一次沉默或爆发，都牵动着家庭关系的微妙平衡。剧集的核心冲突集中在陈红兵与陈辉这对父子身上。作为一名老警察，陈红兵的职业信仰要求他必须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将凶手绳之以法。但作为一名父亲，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可能涉案的现实。这种职业底线与血脉亲情的撕裂，构成了人物最大的戏剧张力。陈辉的处境同样复杂，他既是案件的相关者，也是父亲调查的对象。在追寻真相与保护自己之间，在亲情牵绊与法律威严之间，他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而女友高松阁的秘密，更是让他的情感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制作团队为了真实还原90年代末矿区小镇的风貌，选择了江西丰城矿区进行实地拍摄。从带有时代印记的旱冰场、老式公共电话亭，到墙面上斑驳的标语和居民家中的陈设，剧组在服化道细节上做了大量功课，力求营造出沉浸式的年代感。在视觉呈现上，剧集采用了独特的色彩语言。温暖明亮的暖色调用于刻画家庭温情和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而冷峻压抑的冷色调则用于案件调查和悬疑氛围的营造。这种鲜明的视觉对比，强化了剧情中情与法的对立主题。导演裘仲维此前执导过《手术直播间》《光渊》等剧集，
对悬疑题材的节奏把控和氛围营造有独到的理解。编剧毕建威擅长编织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环环相扣的剧情线索，两人的合作保证了剧集在悬疑感和情感深度上的平衡。演员阵容方面，丁永岱作为资深戏骨，此次饰演内心充满挣扎的老刑警，需要用大量细腻的微表情和眼神戏来展现人物的复杂心理。徐凯则一改往日形象，挑战这个亦正亦邪、充满矛盾感的青年角色，蓄胡造型和深沉表演都体现了他的突破决心。邓恩熙需要演绎高松阁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既要表现出少女的纯真灵动，又要暗藏复仇者的决绝与心机。他在两种状态间的切换，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动力。胡可、涂松岩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则让小镇的众生相更加丰满立体。剧集总共20集，采用紧凑的叙事节奏，所有故事都浓缩在丰阳小镇这方圆800米的空间内，形成了类似楚门世界的封闭叙事环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人物关系高度集中，矛盾冲突也更加集中和激烈。案件本身并非孤立存在，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门。一桩焚尸案牵扯出多起陈年旧案，不同时间线上的罪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因果链条。调查过程如同剥洋葱，每揭开一层，都让人物陷入更深的困境。陈红兵在调查中发现，儿子陈辉不仅与当下的案件有关，似乎还与多年前的一些事件有着隐秘的联系。这些发现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作为父亲的认知，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陈辉与高松阁的关系，在案件调查的推进中经受着严峻考验。高松阁接近陈辉原本带有明确的目的，但在相处过程中，真实的情感开始萌芽，复仇的执念与萌生的爱意在他内心激烈交战，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小镇上的其他居民也并非纯粹的旁观者，涂松岩饰演的霍开明、任正斌饰演的角色等，各自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动机。他们与陈家的交集，构成了小镇复杂人际关系网的一部分，也让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剧集在探讨罪案的同时，更深入地刻画了特殊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90年代末的矿区小镇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阵痛期，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活方式的变迁、价值观念的碰撞，都在这个小天地里有所体现。陈红兵这一代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而陈辉代表的年轻一代则面临着更多的迷茫和选择。两代人在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他们对案件、对正义的不同理解上。法律与人情的冲突是贯穿全剧的另一条主线。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中，人情往往占据重要地位，但当案件涉及自己的亲人时，情与法的天平该如何倾斜？陈红兵的每一次抉择，都是对这个问题的直面与回答。高松阁的复仇行动，则触及了关于正义的另一种诠释。当法律程序无法满足他对公正的诉求时，私人复仇是否具有合理性？他的行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也挑战着观众对正义概念的常规认知。剧集的悬疑感不仅来自案件本身的轨迹和反转，更来自人物关系的不断变化和重组。信任与背叛，坦诚与隐瞒，保护与伤害，这些对立的情感在亲人、爱人之间反复上演，让每一次互动都充满了张力。